马斯克的火箭制造与人工智能公司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周三将其首次公开募股的价格定义为每股135元，这意味着公司估值将达到 1.77 万亿美元，将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按此价格 SpaceX 将通过此次发行募集744亿美元，估值比2月份该公司自己估值的 1.25 亿高出 40% 以上。目前的 IPO 记录由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保持，该公司在19年上市的时候呢，估值为 1.7 万亿美元。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想怎么参与，从哪里参与，能不能赚到钱？别着急，今天一个视频告诉你怎么参与，值不值得参与。这场史诗级别的 IPO 究竟是财富密码还是韭菜盛宴？请一定要完整观看今天的视频，干货很多。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and all these fundamental questions, we must expand the scope and scale of consciousness. 我们先说参与的入口，这次 Bybit 上线了美股打新并升级链上美股 IPO 认购产品 Bybit IPO Express， 目前已向所有符合资格的用户开放参与，并取消原有认购额度上限以及用户等级限制。用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自由认购由 Xstocks 公司合作推出的 SpaceX 代币化 IPO 产品。那根据公告，此次的认购注册时间为6月7日至11日，配额阶段为6月11日至12日，现货交易预计6月12日正式上线。本应该是大户参与的游戏，结果现在人人都有机会了。Bybit 这次走的是 Xstocks 这个路线啊，这个路线背后的是代币化股票体系，和 Alpaca 这类美股基础设施有合作关系。核心逻辑是把传统股票资产用链上形式呈现出来。看了一下玩法，更贴近于 Robinhood 的美股打新体验。统一入口认购，按规则定价，按比例分配。认购结束之后，直接 RTC 上进行交易。同时，我整理了一下 Bybit 打新的注意事项。意向价格的话，它是135 USDC， 但美股打新一般会多冻结 20% 的资金，这部分不是手续费，只是预防冻结，防止最终定价上调、发行规模调整或者是汇率变动。最终扣款看实际定价，意向价是135，但不是最终价格，最后实际按 IPO 定价扣款，多冻结的部分呢会自动返还。Bybit 的话，它是按比例来进行分配，所以没有分配到的资金的话会退回。参与申购后，资金会冻结，直至 IPO 结束。这是我们关于 Bybit SpaceX IPO Express 打新的注意事项。那当然也有些注意事项，你可以在常见问题当中去得到对应的答案。我只是为大家总结了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但无论怎么说 ，Bybit 这次放低门槛，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从昨天的 VIP 用户才可以进行参与，但升级 VIP 至少要5万 USDC， 到今天符合资格的用户都可以参与。最低申购价格100 USDC， 不难看出 Bybit 的诚意满满。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还未注册 Bybit 的用户，恰好你又对这次打新感兴趣的话，可以使用我的专属链接去注册，享受全网最高30%手续费返还，以及超多新人福利。在注册的时候呢，请一定要务必确认填写邀请码，否则就没有上述的福利了。完成对应的 KYC 就可以进行报名申购。只要点击立即下单就好，不过需要保证你当前账户是有 USDC 的。USDC 的话可以直接在这里进行充值。那我们公链的话就选择到 Base 链会，我觉得更为合适啊。那当然你有其他链的话也可以，只需要确保你充值的链和你的地址是一致的，千万不要搞错，因为一旦充错的话，你可能就找不到你的资金了，一定要再三确认哦。然后这是我们接收到 USDC 的地址，到时候充值进来就可以进行到立即下单了。那需要提醒的话，它有 5% 的成效服务费啊，这个的话要跟大家讲一下。参与方式已经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就是本期讨论重点，值得参与吗？我们先了解一下 SpaceX 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还有它公司的背景。它其实创立已经有快25年了，那核心业务大概有哪些呢？基本上是3个，第一个是 Starlink 星链网络。那这个呢，也是目前 SpaceX 最大的印钞机，它基本上能够 carry 整家公司的现金流。第二个核心业务呢是 Starship， 那就是火箭发射的部分。这个业务呢也算是 SpaceX 他们的招牌。应该这样讲 ，SpaceX 他们创立以来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让人类在不同星球上能够延续人类的文明。所以这个部分的业务呢，算是使命感比较重的那一个。而且他们星链呢，也需要把卫星发射到太空轨道上面。但是呢，这个发射火箭的业务呢，就没有像星链这么赚钱。第3个核心业务的话，就是 XAI。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话，XAI 就是翼龙创的 AI 公司。
他们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被并入到 SpaceX 里面。那 xAI 这家公司呢，现在还在一个非常烧钱的阶段。公司呢也是每年都在亏损，为什么是亏损？应该不难猜，因为最赚钱的那些 AI model 就是 AI 大模型，那些公司每天都在大量烧 token。时至今日 ，AI 模型不是用 Cloud 就是用 ChatGPT 或者是 Gemini。你应该很少有人听过，我今天用 Grok 去做了什么事情。那 Grok 就是 xAI 他们的 AI 模型，推特上大家看到的会比较多一些啊。那同时它也是4大就是 AI model 里面商业化最弱的一个，所以说它收入当然是不够的。那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SpaceX 整间公司的一个财务状况。营收在过去3年呢是高速成长的，从104亿到187亿。那注意这边营收的话是把 xAI 追溯合并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同时看向这2家公司合在一起的数字。如果我们只看 SpaceX 本体的话，那25年大概是有155亿的营收，另外的32亿来自于 xAI 的贡献。然后呢，他们这个营业现金流也是一直在增长的。那为什么公司还在亏损呢？最主要就是成本非常高的折旧跟摊销。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GPU， 因为 SpaceX 它并不是一家传统的科技公司，它有火箭的业务，它有 xAI 的业务，所以它整体的硬件折旧呢是非常高的。再有就是自有现金流的部分，这部分也不是非常友好，因为公司呢一直在盖新的 AI 数据中心，然后你要发射火箭，你可能要开拓新的地点，你要去盖这些火箭的基建。当然这些都还算好的，因为最烧钱的还是 AI 的数据中心，因为 GPU 很贵，造成这个自有现金流就一直在减少。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目前 SpaceX 的财务状况。 SpaceX 虽然有星链很赚钱，但赚来这个钱呢远远不够他们去支付未来的这个 AI 资本支出。那根据他们自己的原话，如果这次没有 IPO 的话，至少可以透过手上现金加融资撑12个月左右。乍一看 SpaceX 这次 IPO 呢好像根本不缺这个钱，不过我们深度研究一下这次IPO 的发行股，它一共要发行总共 5.55 亿股权，每股的股价是135块。但这 5.55 亿呢听起来好像很多，它只占整间公司所有流通股的 4.2%， 也就是说现在的投资人加上现有的股东以及伊朗的内部人士，他们就占到了整间公司股权的 95.8%。 然后这些人的平均购入价格呢，就是他们平均买入股权的价格是每股6块4毛8，对，你没有听错，是6块48去买这个股权。然后今天呢，你要花135去就这个价格去买股权，同样的一股，当然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加密货币啊，因为你不可能就是一上市之后呢，这些股东就开始砸盘，然后开始割韭菜，就至少他们要等50天之后呢才可以进行解锁，然后去售卖 SpaceX 的股票。但这也意味着说，你现在要用135的价格去买，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是你在帮这些6块4毛8买的人当接盘侠？虽然他们有这个解锁的机制啊，要50天之后，没有办法马上去砸盘，但是你买的这个价格呢是135块，绝对不是一个便宜的价格。所有的数据来源均取自招股说明书，然后只不过它有几百多页，很多观众也他可能没有耐心看这么多，那我就为大家进行一下总结嘛。所以我觉得大部分参与的人没有看清楚一点，就是你觉得你在投资 SpaceX， 虽然说这个理想很宏大，也是拥有着全世界最屌的火箭技术，还有非常赚钱的星链技术，但同时呢，你也在投资一家非常非常烧钱还没有盈利的一家 AI 公司，就是 xAI。 那这也是目前我认为投资 SpaceX 最大的不确定性。当然这是我以现在的财务状况去看的，如果你以后觉得 xAI 会很屌，那你可以完全忽视我刚刚说的所有的就是问题。最后就是给各位的建议啊，要不要参与此次的 IPO 呢？不要用很大的仓位去参与，因为我觉得估值有点过高。然后就是 xAI 的不确定性。另外还有，你仔细去看 IPO 的话，那它的流动性其实是很薄的，因为它只把 4.2% 的这个流通股放出来卖而已，代表说这个一上市之后呢，波动一定会非常大。但是呢，因为这一次真就是万众瞩目啊，所有人都在看，所以我觉得用小仓位去参与一下是 OK 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SpaceX IPO Express 参与的教程以及要不要参与。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